嗨，大家好！真的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包包合集了。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吧我爱用的一些包包。给大家分享第一支是 The Road 的这个 Terrace。如果大家看我们 vlog 的话，应该就是已经听过无数遍了，耳朵都要起茧了。因为这支包是我年初在巴黎买到的，然后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我们在巴黎那个非常愉快的旅程，有一个很好的纪念意义，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新年礼物。今年的利用率也真的是非常之高。这个包我当时试到的时候就惊艳了，因为它自重非常的轻，它的皮质是牛皮的，但是摸起来非常的软糯，皮质特别的好，再加上它的肩带长度也是很完美的。我觉得不管是夏天背还是冬天背都特别的舒适，因为就是它的长度够长，比如说冬天你穿的比较厚的时候，它也不会说卡卡的，然后夏天这样背呢也觉得很轻盈。完美的一颗黑色的包包，也是真的很日常，利用率非常的高。搭配上我觉得我也不用多说了，因为大家看我平时的穿搭分享，就是一直都在背这个包，我觉得它真的没有什么搭配上的限制，配任何的 look 都非常的合适。然后我也经常收到一些询问，就是说 The Road Terrace 跟其他的包款比怎么选。 Margot 的话是我跟 Henry 一直很种草的，然后之前我们在巴黎有试到过 Margot 17，自重也是相对比较重一点，但是那个外形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然后还有像是 Margot 的有 shoulder 款嘛，就是稍微比较就是这样横向一点的那款 Margot， 那个我没有亲自试到过，但那个我觉得是很好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根据大家的喜好或者是你对重量的承受能力去选就好了。然后我是非常推荐 Terrace 这个包的，如果能买到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入手。接下来呢是一个中古的爱马仕的 Birkin， 这个包我真的非常之喜欢。然后它是35的尺寸，是一个帆布拼皮的 Birkin。大家知道我一直都很种草帆布拼皮的 Birkin， 然后这次在东京就非常幸运的找到了这一颗包包。这个包我之前在日本购物分享的时候，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它是2002年的一个包包，也是马吉拉时期的爱马仕。然后我们当时在日本也买到了好几个马吉拉时期的爱马仕，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就可以去回看一下我们那一集的购物分享。我是真的一见钟情，如果大家看过日本 vlog 的话，应该知道看到以后就挪不开眼，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太特别太难得了。它的皮质是 Barenia 皮，就是爱马仕的传承皮，现在在店里应该是还蛮难买到的一种皮质。通常 Barenia 皮做成那种自然色，就是像金棕色的比较多，但是这个呢它是做成了这种深棕色，我不确定这个色号具体是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帆布拼皮的质感和颜色的搭配真的就是非常完美，就是我最想要的那种。而且这个包我跟 Henry 发现我们在手机里很早之前就存下了这个包的图，但是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这个包非常的好看，结果没想到这次就遇到了，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包包。这个包因为是35的尺寸，所以男生背也很合适。 Henry 就是每天都在觊觎我的包包。可能有的女生拎会觉得有点太大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它这种随性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大的 Birkin 真的就是非常潇洒，不管是手拎啊还是你挎在手上都感觉很酷，跟我的衣橱是非常适配的。冬天我有很多深棕色的衣服，比如说像是麂皮风衣啊，或者是毛毛外套，我觉得都可以拎上这个包，真的非常的喜欢。这个包呢，它因为是帆布的，所以它重量会比全皮的要轻很多，我觉得拎起来也是比较没有负担的，就稍微装多一点东西也是 OK 的。我后面绑了一个我感觉色系非常搭配的推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当时我们给大家分享日本购物分享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不分享价格，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不知道大家非常好奇价格。这个包的价格是230万日元，给大家参考一下。但因为中古包，我以前也说过，它根据状态啊或者这个包的受欢迎程度，它们的价格都非常不一样。比如说你买小一点的 Birkin 会比这个包贵很多，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主要还是去现场看，就是看你具体喜欢哪个产品，但是这个价格就是还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按照品牌的顺序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Kelly， 这个是我刚刚洗皮的，前段时间 vlog 有跟大家开箱过的这个 Kelly 25，它是内缝的，然后是 Togo 皮，我非常的满意。其实我当时 wish 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皮质呀或者是金属扣的颜色我都无所谓，但我就是说它一定得是内缝的，因为我觉得内缝看起来更加随性，更符合我平时的穿搭风格吧。Kelly 的好处是它有一个肩带嘛，所以它可以肩背。虽然我手拎会比较多，但我觉得偶尔有一个肩带可以侧着肩背，其实很方便的嘛，就比较解放双手一点。因为 Togo 皮比较软，再加上它是内缝的，它容量还蛮大的。虽然是25，就是比较小的一个 Kelly， 但是我觉得它在我的日常使用容
容量是非常足够，而且搭配也是真的没有任何限制。我觉得 Kelly 25这个尺寸我真的非常喜欢，大的 Kelly 呢也有大的感觉。之前 Henry 也说过他想要一个32的 Kelly， 所以希望他可以早日入手，这样我们就可以 share 一个大 Kelly。不用多说，非常喜欢的一个 Kelly。我觉得除了 Birkin 和 Kelly 以外，爱马仕我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包款，就是菜篮子。现在那个包不在米兰，但是我之前使用频率也是很高，因为我很喜欢它那种松松垮垮的廓形，我觉得拎出门很松弛，容量很大，非常方便使用。我觉得在亚洲用应该是更好的，因为它是整个敞口的设计嘛，你在欧洲背稍微有一点点危险。我那个是18的尺寸，搭配上不管是冬天和夏天都很好搭配，所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爱马仕的包款。大家之前说我今年的包运非常好，我也这么觉得。就是买到了2颗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爱马仕的包包。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我前几年买的 Chanel 的包。这个包呢，也是我跟 Henry 可以共享，因为它的 size 稍微比较大一点，所以男生背起来其实也是很好看的。他平时用这个包，比如说斜背啊，我觉得还蛮时髦的，然后又有一些这种金属链条的点缀。这个尺寸它其实在官网是叫 large， 但是它就是大家俗称的中号。我在冬天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我有吐槽过它自重真的挺重的，主要是链条重量重啦，所以我冬天衣服穿的比较多的时候，它就稍微没有那么勒肩膀嘛，我就还是会经常用它。我觉得像 Chanel 19，它最近2年虽然没有那么火了，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不容易跟别人撞包，而且我觉得它的容量非常可以，日常使用下来真的是非常方便。接下来呢，也是 Chanel 非常经典的一个包包，就是这个方胖子。这个包我买了应该已经有个4、5年了，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别看它体积看起来蛮小的，但是它其实容量非常之大，因为它旁边很宽，它这种方方胖胖的感觉，我觉得它很可爱。不管是斜背啊，或者是把它弄成一个单肩包，都非常的方便。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更喜欢细腻的皮质，所以方胖子呢，我买的就是羊皮的这一款。它虽然感觉比较娇嫩一点，但我用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重的使用痕迹。当然，就是你一直斜背的话，后面这边的皮会稍微磨掉一点点，就会有一点褪色，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然后这个包之前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不小心蹭到墙上，这边蹭掉了一小块皮，但是总的来说就是看起来还是非常新的，对吧？这个状态还是很好的，重量也很轻，然后容量又很能装，再加上它的背法又很多样，就是像腋下包啊、斜背或者手拎这样子都可以。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把它变成腋下包的一个技巧。超级多人问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个墨镜链变成一个项链。在Chanel买包的时候，你可以找它要一个这个调节扣，这个调节扣呢就可以用来调节皮穿链的链条长度。这个调节扣就是长这样，把它中间这个抬起来就可以穿进包包的链条里面，你就可以这样调节它的长度，把这个肩带收短肩带的样子。根据你的喜好把肩带调成你想要的长度。这么多年用下来，我还是觉得很喜欢，我觉得它还是很值得入手的一款Chanel的经典款包包。接下来就是这个 Gabrielle 流浪包。这个包很多人觉得它时代的眼泪，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包很好看。我这个是小号的，我觉得它也是背法很多样，你可以单肩背啊，或者可以像那样斜挎，或者把2个链条分开。反正这个包也是我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包。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欧洲非常的防盗，因为你用2个链条分开那样背，就可以把它夹在前面，没有人可以动得了你的包。冬天稍微用的比较少一点，比如说我现在佩戴毛衣上，如果我这样把2个链条分开，我觉得会有点 too much， 就前面。但是夏天的话，我觉得背上它还是蛮轻盈的。我觉得我平常出门的东西，它的容量也是非常足够的，也是我到现在为止都很喜欢的一个包。Chanel 的流浪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设计细节，就是它的金属链条设计是3个金属的拼接，所以它的链条呢就非常有存在感，单肩背的时候也非常好看。我非常喜欢Chanel皮穿链的设计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流浪让我很喜欢的一个点。接下来呢是这个Chanel的一个非常小的 mini 包，它其实是一个 wallet on chain， 它是一个季节款方形的小钱包，上面加了金属链条，然后它是不可拆卸的。这个包呢也是有多种背法，我很喜欢就是它还可以当腰包背，虽然我平时还是比较常斜背，利用率非常之高。就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卡放在里面，不管是像坐飞机啊或者平常出门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在你不需要背太多东西的时候，我就背这个包就足够了。它腰包的背法也是可以用刚才我分享那个调节扣，就把它的这边绑起来，这样就可以当一个小腰包。所以我觉得它也是搭配可能性很多的一个包，我也是很喜欢这种就可以用多种背法的包包。我觉得这样就是很有意思，你可以每天换着花样的去用这些配饰。容量的话，放一些纸巾啊，或者是耳机、小的充电宝都是可以放下的。我觉得它容量也是让我蛮震惊的，就我用下来觉得哇
起来它竟然可以放下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是这种没有隔层的设计，就让它的容量变得很大。接下来呢是 Toe Time 的这个大的手拿包，这个也是刚刚跟大家开箱过的。我们俩最近不是都很迷麂皮材质的大包嘛，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包真的非常的百搭好用。这个包呢它还有一个拉链的设计，所以也不用担心里面的东西掉出来。而且我觉得它是非常低调的一款包包，它在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 Toe Time 的 logo， 但它背法是这样，就是要把这边皱起来背嘛，所以说它也没有任何的品牌标识，非常 timeless 的那种包包。它的容量大家看到这个体积就知道真的很能装，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装太重的东西，因为它自重本身是有一点点重量的，所以女生如果装太多东西可能会有点背不动。以我日常出门装的东西的量，我觉得它的重量还是很好的，不管是单肩还是手提都可背性很高的一个包。像前段时间我给大家分享我配那个长毛衣外套，大家都觉得说配大包好像比小包更松弛，今年秋冬也真的很推荐大家尝试这种大包包，搭配像是那种长的大衣啊、风衣、毛衣都很好看。好了，那这些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包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包的人，平时利用率很高嘛，每次你拎它的时候都能给自己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包包的一个点。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你近期爱用的包包是哪一些呢？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种草。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